在不远的未来，一场空中力量的革命即将上演。美国空军最新曝光的 F-47战斗机，不仅突破性地实现了1000加海里的作战半径，更集隐身加技术、AI 战场决策系统、超音速飞行能力于一身，正式宣告第6代战斗机时代的来临。这不仅是一架战斗机的诞生，更是空战模式从速度与火力走向智能与协同的历史转折。F-47将如何颠覆传统空战？它如何与协同作战无人机组成未来战场的空中猎群？本文将为你深度解析这架隐身猎手的战略意义与技术密码。近日，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·阿尔文在其 X 账号上发布了一张引发广泛关注的信息图，首次对比了美国空军现役的第4代、第5代战斗机与未来的第6代战斗机，以及备受期待的协同作战飞机 CCA 无人机。这张图表首次透露了部分此前未公开的重要参数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波音的 F-47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将拥有1000加海里，约合1852公里的作战半径。这一数值的突破，标志着美军在远程打击能力上的重大飞跃。相比之下，现役的 F-22猛禽战斗机作战半径为590海里，约1092公里。F-35A 的作战半径为670海里，约1240公里。F-47的航程不仅遥遥领先，更为战术和战略层面的部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灵活性。为什么这项能力如此关键？在现代高威胁环境中，远程打击不仅能有效规避敌方的防空系统，还能使战机在不依赖频繁空中加油的前提下，深度穿透敌方防御，直击其核心战略目标。F-47的超大作战半径使得美国空军可以从更加安全和分散的基地起飞，实施更具突然性和打击深度的空中任务，显著提升了作战效率与生存能力。此外，更远的航程意味着 F-47可在未来多域联合作战环境中，与无人僚机如 CCA 协同作战，在电子战、指挥控制、空中格斗等方面执行更为复杂的任务，全面重塑空战格局。这种能力将让美军在应对未来高端冲突时占据显著优势。随着 F-47这一第6代战斗机的逐步揭开面纱，美军正在用技术革新重新定义空中优势的含义。而这次由参谋长亲自发布的信息图，也无疑是在向外界传递一个强烈信号：美国空军正加速飞入一个全新的时代。波音 F-47是美国空军下一代空中优势 NGAD 计划下重点打造的第6代空中优势战斗机，由波音公司负责研制，旨在接替现役的洛克希德马丁 F-22猛禽战斗机，成为新一代空战主力。目前，美国空军已计划采购至少185架 F-47，数量大致与现有 F-22机队持平，显示出其在未来空军力量构架中的核心地位。根据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·阿尔文将军最新披露， F-47战机预计将在2025年至2029年之间陆续加入服役序列，标志着美军第6代战斗机时代即将正式开启。F-47战斗机航程的大幅跃升绝非偶然。这款即将加入美军序列的第6代空中优势战斗机，是多项前沿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，代表着未来空战的颠覆性变革。它不仅是一架远程打击平台，更是一架隐形、智能、高速的空中掠食者，其设计理念和性能指标彻底超越了前代战斗机的极限。首先， F-47拥有划时代的隐身性能，是全球首款被冠以 Stealth 加标签的战斗机。这一称号并非噱头，而是建立在其无尾钻石翼结构、下一代雷达吸波材料和集成电子战系统等多项突破性技术基础上的。F-47的雷达反射截面已被压缩至历史最低水平，使其在敌方雷达面前几乎隐形。隐身技术不仅让 F-47能在高威胁空域中深入敌后，还极大提升了它的生存率和作战突袭能力。其次， F-47的航程是当前所有战斗机中最远的，作战半径超过1000海里，约1852公里，远远甩开 F-15EX 的690海里和 F-22的590海里。这一航程优势使
F-47能够在更广阔的战区作战，无需频繁依赖空中加油，在执行深度打击和远程空中优势任务时，具备更强的持续性与灵活性。此外， F-47的飞行性能同样震撼，最高速度超过2马赫，即超过音速的2倍，使它在空中格斗和快速打击任务中拥有压倒性优势。高速结合隐身与远程作战能力，使 F-47成为现代战场中真正的空中主宰。作战半径指的是一架战斗机在携带标准作战载荷、未进行空中加油的前提下，从基地起飞，按照预定航线飞行，完成作战任务后返回原出发基地时所能覆盖的最大单程距离。这一指标直接反映了战机在不依赖外部补给的条件下，独立遂行任务的有效打击范围，是衡量其战略纵深和战场投送能力的重要参数之一。作战半径大意味着战斗机能深入敌后，打击远距离的战略目标，甚至威胁敌方本土，具备跨区域投送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，对敌方形成极大心理和战略威慑。空中加油虽可延长航程，但存在高风险、复杂性高、成本大等问题。作战半径大时，战机在不依赖加油的情况下完成远距任务，提升任务独立性和执行效率。远距离打击能力意味着战机可以在敌方防空火力圈外发起攻击，规避高风险区域，减少被拦截的概率，从而提高作战生存性。在区域冲突或突发战争中，大作战半径战机可第一时间从后方基地快速抵达战区，实现跨战区、跨海域的快速反应和投送，是现代空军全球到达、全球打击战略的核心支撑。以越南战争为例，美国空军的 F-4战斗机凭借其相对较长的1226千米作战半径，在北越上空执行了大量空中巡逻和支援任务，展现出强大的战场控制能力。正是这种航程优势，使得 F-4能够长时间滞空，深入敌方防空圈，在空对空作战中持续压制北约空军，有效掌握制空权，成为当时美军空中力量的中坚力量。在朝鲜战争期间，美军 F-86佩刀战斗机与苏联制造的米格15在朝鲜半岛上空展开了激烈的空中对决。这场被称为喷气战斗机时代的首次对抗的空战，不仅是飞行员技术的较量，更是战机性能差异的真实体现。其中一个被频繁提及却常被低估的重要因素就是作战半径。F-86拥有较大的作战半径，使它能够深入朝鲜北部，在敌方纵深地区执行巡逻、拦截和打击任务。凭借这一能力， F-86不断对朝鲜人民军的重要目标施加空中压力，有效削弱了其后勤与作战能力。而相比之下，尽管米格15在飞行性能上不逊色，甚至在高空速度和爬升率方面具备一定优势，但其较短的作战半径却成为了关键短板。它只能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北部有限空域内活动，难以展开持续作战，无法真正建立广域空中优势。这场历史性的空战充分说明，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参数，而是决定空中战略纵深、持续打击能力与制空权范围的核心要素。哪怕一架战机性能再优秀，如果飞不过去或坚持不了多久，它在战场上的价值也将大打折扣。此外，新一代发动机技术的应用也是 F-47航程大幅提升的关键所在。高性能发动机不仅提供了更强大的推力，还显著提升了燃油效率，使战斗机在执行远程任务时能够以更高速度飞行，同时降低油耗。F-47所采用的先进涡轮风扇技术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。该技术在保障高推力输出的同时，有效控制了燃油消耗率，从根本上延长了飞机的续航时间，为远程作战提供了坚实的动力基础。与此同时，先进的航电系统和飞行控制系统也为 F-47的航程跃升提供了重要支持。现代化航电设备能够向飞行员提供更精准的导航与飞行控制数据，使其能够更高效地规划飞行路径，避免不必要的绕行，从而减少燃油浪费。飞行控制系统则可根据实时飞行状态，自动优化发动机推力与燃油流量，使燃油使用达到最优状态。这种智能化调节不仅提升了整体飞行效率，也进一步扩大了 F-47的实际作战半径。另外，F-47战斗机在人工智慧领域的高度融合，
使其从一架传统意义上的战斗机转型为一个智能化的空中指挥平台。它的功能已远超出飞行和作战本身。借助人工智慧技术 ，F-47具备实时战术决策能力，能够自动协调其他空中和地面武器系统，甚至实现远超人类飞行员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。这种以先进感测器为基础与人工智慧深度集成的系统，成为 F-47在与全球竞争对手对比中最具突破性和压倒性优势的关键所在。F-47航程的大幅跃升，同样离不开材料科学的重大进步。新一代轻质高强度材料的广泛应用，使得飞机在保障结构强度的同时，显著减轻了机身重量，从而有效降低了燃油消耗，进一步延长了航程。例如，碳纤维复合材料等先进材料的应用，不仅增强了机体的强度和耐久性，还减少了整体重量，为 F-47实现远距离飞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在作战体系方面， F-47战斗机的部署也不仅限于单机作战，而是构建起一个更具协同作战能力的有人无人联合作战体系。这一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，便是与 F-47配套使用的第一代半自主无人机 CCA。这些 CCA 无人机具备超过700海里约1296公里的作战半径，并拥有与 F-35相当的隐身能力，与 F-47形成了高效的作战互补关系。随着军事科技的不断演进，第6代战斗机作为未来空中作战的核心力量，正在重塑全球空战格局。在美国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下诞生的波音 F-47，正是第6代战斗机的代表作之一。它不仅代表了美国空军未来战斗力的方向，也标志着空战模式、作战理念与战场控制的全面变革。F-47的出现，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跨越，更将在战术战略层面对全球空战格局产生深远影响。F-47最显著的影响之一是其技术性能的全面跃升，突破了第5代战斗机的作战边界。在航程方面， F-47拥有1852公里的作战半径，远超 F-22猛禽战斗机的590海里和 F-35A 的670海里。这意味着 F-47可以从更远的基地起飞，覆盖更广泛的战区，无需频繁空中加油，从而提高了战斗力的持续性与机动性。战场纵深的扩大，使得未来作战不再局限于本土或前沿基地附近，而是能够真正实现全球快速打击。与以往战斗机最大的区别在于， F-47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作战平台，而是一个具备智能指挥功能的空中战术控制中枢。这得益于其深度集成的人工智慧系统。F-47可以实时处理海量感测器数据，分析战场态势，并做出战术决策。更重要的是， F-47能够在无人机蜂群、自主武器平台和其他有人战机之间进行指挥协调，充当空中指挥官的角色。在未来多域联合作战环境中，作战节奏快，战场信息复杂，对指挥反应速度要求极高。人工智慧使 F-47能够快速识别目标，优先排序威胁，协调作战单位，有效替代人类在高强度战争中的决策压力。这种能力不仅提升了作战效率，还使 F-47成为一个战区内多平台协同的核心节点。F-47不仅是独立的作战单元，还构成一个多平台联合作战体系。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是与协同作战飞机、无人机的深度协作。这些半自主无人机具备与 F-35相近的隐身能力，作战半径超过700海里，可担任侦察、诱敌、防御压制，甚至火力打击等多样化任务。在实战中， F-47可与多个 CCA 构成机群协作，形成一种全新的空战模式。F-47进入敌方防空区域执行高风险任务， CCA 则在外围提供情报、干扰或辅助打击，降低 F-47暴露风险。这种作战方式不仅提升了体系作战的灵活性，还通过任务分担与成本控制，实现了更高的作战持续能力。更重要的是，无人作战平台可以在战损后迅速补充，不需飞行员训练周期，极大提升了战争持续投入能力。从长期来看，这将大幅改变空中力量的构成方式，战斗机不再只是单一的昂贵载具，而是灵活、高效、
可扩展的作战网络节点。好的，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要看最全面、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，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也请您点赞、留言、订阅，把视频分享出去，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。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，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，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。谢谢大家。